放暑假啦，每年到了这个时节，脑中浮现的就是海边玩水，还有鲜到不行的海鲜。这次我准备了一套宜兰夏日三部曲，第一集就从南方澳开场，陪你吃海鲜、逛渔港、客百年冰店。特别私藏了2个玩水秘境，一个是超好拍的绝美海滩，另一个是我们全家公认世界上最适合所有人去的涌泉。途中还意外解锁了一个让人坐上一整天的纳凉秘境，超好拍、超放空，一杯咖啡配美景，刚刚好。整天行程丰富又不累，这样的宜兰夏日，你会不会也心动了呢？第一件事情呢，一定是先来第一拍卖鱼市场这边逛逛，感受一下气氛，然后呢，顺便可以知道一下现在当季的鱼种是什么。南方澳这边呢，被称作青鱼的故乡，因为全台湾90%以上的青鱼产量都来自于这里。那其实从前青鱼呢，它是被拿来当做罐头，或者是捕鲨鱼的鱼饵，比较少拿来直接食用。但因为现在讲求就是有息的话呢，那个东西就会好吃。大概在每年的10月到农历年节前后啊，这个时候青鱼最肥美。那你在市面上呢，就可以看到新鲜的青鱼。因为除了青鱼之外呢，其实鬼头刀跟黑尾鱼也非常有名。像最近呢，就是黑尾鱼的盛产期。那我觉得就是市场上面呢，可以看到蛮多的黑尾鱼的生鱼片啊。那其实如果等一下我们去餐厅吃，可能也吃得到。再来是呢，因为它的产季不长，所以你剩下来的黑尾鱼呢，他们就会把它做成罐头。所以我们在市场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大家在卖爱马仕等级的黑尾鱼罐头，看起来就非常的吸引人。在市场上啊，还可以看到很多摊贩在卖黑尾鱼的生鱼片，不过已经是产季尾巴了。我想我们影片播出来，可能再过没多久，大家就吃不到黑尾鱼的生鱼片了。那我觉得呢，如果你是1、2个人的话呢，就是就近直接在摊贩上面买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吃餐厅，想说等一下全家人一起享用，所以我们就是留着等一下去餐厅点。我们来到南方澳或是宜兰这一带的渔港啊，最喜欢吃这种甜虾，像这种刚上来都是可以生食的，然后他们都是1公斤1公斤算。可是我们后面还有行程，实在没办法带，我们等一下去餐厅吃好了。这边是市场尾巴的渔货处理区，许多的渔货就是刚捞上来就在这边分类啊做处理，然后大家也是等，什么时候分好了我就赶快去抢，这样子最便宜。从鱼市场走出来，这街上啊，到处都在卖鱼罐头。那像三星这家店呢，它也是老店家。我记得我妈以前每次来南方澳的时候呢，都会买1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都是红色的包装，应该是茄汁口味的。我记得拌面非常的好吃，但我不确定我现在还会不会喜欢。你现在不会喜欢，因为我现在都会把它弄到饭里面，直接煮成饭。我跟你讲。这个罐头啊，跟饭一起去煮啊，然后弄成饭很好吃。除了你不喜欢的以外，大家可以试试看。我觉得南方澳最有特色的应该是这个加油站嘛，它看起来其实就像一家机车行，可是却是加油站，而且它只有卖95一种汽油而已，没有别的我看车都这样子插进去，想说那是不是要修车，就在那边加油，很酷，蛮有趣的。我们逛完一圈鱼市场了，我觉得这边非常的棒，是摊商都不会给你压力，所以你逛起来呢就很轻松自在。再来是他们的地板啊，其实保持蛮干净的，所以你逛完脚也不会湿湿黏黏的。到水都活海鲜，它是当地呢大概40年历史老字号的餐厅。那我们今天本来要去吃最老字号的富美，可是走到门口呢，才发现它今天礼拜3公休。那附近很多餐厅其实评价都很不错，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间，就过来吃。这小卷非常的大只，应该是用干煎的，它就是外脆内软，然后非常的多汁，很好吃哎。老板刚刚非常自豪说，
这是他们好吃的，就是叫我们点点看，真的不错。这道是炒鳗波鱼，它鱼肉的部分非常的脆弹有口感，然后鱼皮部分呢充满了胶质，这道是我们家的每一个人吃都一致赞赏。阿公阿妈说哇，这一个很好吃，然后你刚刚那边夹一直都夹不起来，因为它非常滚溜，很好吃。海菜炒蛋是我们每次到海鲜餐厅必点的菜色。那刚刚炒公呢，其实我们都已经认可过了，所以这个绝对点起来没有问题的，很香。这一道是凉拌龙肠，它很像台式热炒的凉拌，就口味呢就是哇，葱姜蒜加得很足，所以吃起来很过瘾。真的，这一道我最喜欢了。好甜好甜哦！这个虾呢，是老板说他早上呢才捕捞上来的，然后做沙西米最棒，所以推荐我们这样吃。果真呢，非常的甜，而且有粘性。我最喜欢吃生的，所以我每次到什么大溪渔港啊，或是南方澳，我就是一定要吃这种生虾，没错，不能错过的。是黑鲔鱼生鱼片，一般我们北部人呢要吃到黑鲔鱼的话，要跑东港，有点太远了。没想到南方澳这边也有。那我们今天点的是450的部位，我觉得也油脂蛮丰盛的。毕竟人家是海中和牛对，可它刚上来的时候退冰没有退的那么完全，所以我建议要放在最后再吃。对，差不多等个5分钟10分钟，其实就退好了。最后还要点了一个炒 A 菜，那全部的菜都试完了，他们炒工真的是非常的棒，不用担心。那这家点菜的方式呢，他们比较没有菜单，因为他们这个海鲜餐台上面呢，就是今天有什么货，然后他就做什么菜，那人数啊，他都会帮你配好。你也可以就是给他你的预算，让他帮你配菜，然后或者是说你就看上面有什么你就点什么。那我建议大家就是在点菜的时候要先问好价钱，这样才不会结账的时候造成误会。这里是豆腐甲风景区，它是南方澳渔港附近的一个著名的小海湾。那顾名思义呢，它就是以这边有豆腐状的礁岩闻名。它是一个很漂亮的海域，听说这边夏季的话呢，浪小且水浅，所以这还蛮适合戏水的一个水域。不过大家下去玩还是要小心，因为这边没有救生员哦。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一直在找豆腐状的礁岩到底在哪里，都没有看到。结果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呢，所谓的豆腐呢，是以前日本时期的时候，有点像是防波消波块这样的东西，建了2个四四方方的水泥墩。然后后来呢，就是在填港的时候呢，就已经被埋到地底下了，所以现在来这边是真的看不到豆腐的东西了。这个地方啊，水域非常的干净。在夏天的时候呢，因为水比较浅，浪比较小，所以算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戏水区域。很多人在这里从事水上活动，可是因为这个地方啊，它没有救生员，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然后我们在现场呢，有看到一个像就是岩石这样围起来的一个区域啊，很像是。就是以前有一些捕鱼设施啊，你如果涨潮的时候让鱼进来，退潮的时候呢，水退出去之后，鱼就留在这个里面。然后我觉得就是小朋友在这里面玩呢，也是相对的安全，不怕被浪带走。那我不知道它实际上的目的是因为什么样去建造的。它还是要注意安全啊，但是就是会让小朋友有个警戒，说，哎，这边有一个围栏这样子。对，像是你的范围不能超过这条线哦。我下去水里面玩给大家看一下。哇，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水啊，看。它这边有做一个小小的护栏，很棒哦。它这样子的话，就是小朋友啊就不怕会溜出去了。然后我觉得这边目前的水温蛮好，不会太冷，因为有些父母会担心小朋友来这边玩水的时候呢，会水温太低，然后容易感冒。它其实大概就是比游泳池再高一点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而且水深蛮浅的，所以在浅滩这边玩注意安全应该是没问题。
你看那边有人在浮潜，也有人在做 SUP， 然后很多人都自己带着自己的捞网来捞，应该是螃蟹之类的，或是小鱼。It's the coldest hand that run down this land where the ocean lands. It's the tallest sound, the damn smallest crowd, but their hearts break loud. Far from ever feeling lost with me, I'll push you back towards the land and sea. They're going down for love and love is free. Stick with me and I will guarantee you're never lost among the crowd with me. Never lost among the crowd with me. 这里是豆腐甲的一平海岸窗口碉堡。我就是在查豆腐角这个景点的时候呢，突然看到这个地标，然后我点进去看啊，有人评论说，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知道这个景点。然后我来到这边呢，哇，一坐下来超级凉快，我很想要带一杯咖啡来这里坐一个下午。然后重点就是它很像一幅流动的画，这个地方拍起来有够漂亮的耶，很像你家的那种什么8K 电视，再更清楚。然后你看，如果你把它这样拍得很漂亮，就像一个画框一样，真的很漂亮哎！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来。豆腐角我不一定要去泡泡水，可是这里一定要来拍拍照。而且我跟你讲，这里超级凉，绝对是避暑的好地方。那它叫碉堡，也不是叫假的，它原本真的是军事设施，日本时期的时候盖的，它就是用来监视这附近的海面用的。大家看一下这边，风有够大，我的头发已经打结了。我敢保证，全世界的人都会喜欢这一个地方，都会喜欢这张椅子，这里的风，哇，太厉害了！而且很近就可以看到那个礁岩，很漂亮哎。我缺一杯咖啡而已。我缺好几个下午。Hold you close so you're by my side till the end of time before we go. 本集节目感谢 Bonjour 女鞋赞助播出。我们常常都出门了才临时安排海边散步行程，还好我这双鞋有基本的防泼水，就算出门遇到下雨或临时要去海边散步也不用怕，弄脏的话呢，用湿巾擦一擦就可以了。我每天出门都穿这双鞋，已经几个月了，它的状态还是非常的好。除了正常的使用痕迹以外呢，它看起来就跟新的一样。而且它搭什么衣服都很合理，很好看。大家可以去翻我们以前的影片，我几乎每一集都穿这双 Bonjour 的防水全真皮减压小白鞋。不管是户外景点还是城市旅行，我的选择都是它，又轻又软，重量只有190克，踩起来很舒服，还可以当拖鞋穿。它脚底的回弹性很好，就算出门走一整天，脚也不会累。鞋底的止滑像素有很棒的抓地力，就算是走在雨天潮湿的地面，也可以走得轻松，走得放心。东岳涌泉，这里真的是我们心目中最棒的玩水地点，带小孩来最棒的，真的，因为它呢水非常的清澈又凉快，而且算是安全。然后旁边的话呢，也有这些树荫可以乘凉，周围呢你要厕所有厕所，然后要吃东西的话也很方便，也有一些小孩可以玩的设施啊，荡秋千什么的。这里的水温呢，常年只有14到16度，所以现在下去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清凉。然后你看哦，现在哦是平日，已经接近就是4点的时间了，人这么多。如果是假日的话呢，那真的是不得了。假日的话，你要么就要很早来，要么就是将近要傍晚的时候再来。但是这边5点就关，所以要大家要注意一下。
跟大家说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这边原来是没有涌泉的，是因为呢在进行铁路工程挖隧道的时候，意外挖到了地下涌泉，后来把那个地下涌泉呢引入了东澳溪之后呢，才开始规划这个园区的。这个园区整理的还蛮棒的，而且呢，时不时还可以看到火车从上面经过。像我们刚刚就看到火车经过，每次经过的时候虽然蛮吵，可是心里有一种兴奋的感觉，都会赶快想要拿相机去捕捉它。现在这边啊，也有另外一个小水沟可以玩水，这一区还蛮棒的。如果你是小孩啊，或者是你不想要弄得太麻烦、弄得太湿的人，你就可以在这边泡泡脚。你看我后面阿嬷，她就在那边玩开心，她不喜欢玩那个水很多会被弄湿的。然后这里也不会被太阳晒到，她超会找这种地方。她最喜欢这种泡泡脚的行程。你看，而且后面还有那个荡秋千，真的很舒服。看我们阿嬷在那边洗脚，洗得很开心。我还一直在那边称赞说很凉，很凉，很凉。从入口走进来，这边一排小房子就是它的摊贩，那有卖一些冷饮啊，还有一些可以果腹的饮食。那据我们之前的经验呢，这里的每一家烤肉都超级无敌好吃。这边的烤香肠烤肉绝对好吃，因为他们这边有那个原住民嘛，他们弄的那个烤肉超吃到不行，我想要先去订一份。我们之前也有吃过飞鱼，这个非常特别，别的地方可能找不太到，然后是他们的特色，大家来可以尝试一下。不过我更爱吃那个烤肉，所以我决定把胃留给烤肉了。美味来说的话，我自己是更喜欢烤肉。那烤肉太好吃了啊！我的烤肉非常的香。我们来试吃一下这飞鱼辣椒。刚刚阿姨在跟我推荐说，这飞鱼呢是他们自己手工剥下来去刺，然后放到辣椒这样子炒起来的，很赞。其实我们前2年有吃过，就已经觉得还蛮香的。我现在是很期待我的烤肉。我突然想起来，阿姨那时候给我们一大包辣椒，没错，还冰在冷冻库里面。不要讲错，糯米椒，对不对？来吃一下心心念念的石板烤肉。我觉得原住民是全台湾全世界最会烤肉的人了。超级无敌香，它那个马告的香气沾染在每一寸的油脂上面，而且那个油脂真的是完全就肥而不腻了。哇，那个油脂吃下去真的是会很开心的那一种肉柔软，然后呢那个肥的部分啊皮啊是有弹性的。我真的觉得韩式烤肉店不是就开一堆吗？可以开一个原住民烤肉店，这才对。真的就像那样子，加了马告味的韩式烤肉。对，有没有人要做这个生意的？我来投资一下，虽然我没钱啊。好吃好吃。好啦，换小胖子来下水，好拼哦。这个大概真的是16、17度泡得下去吗？15度。哦，有凉吗？我爸也是最喜欢这个。其实我们前几天去了别的地方的冷泉，他说这一个还是最棒的。怎么样？好玩吗？够冰吗？有没有泡下去？好冰哦！我天哪，我冷死了！那你还穿这么短干嘛？跟大家讲，这个里面的石头啊，它走起来很像在走健康步道，所以哇，走下去脚会痛，对你的穴道按摩非常的有帮助啊。你看，边泡冷泉边泡涌泉，火车经过的感觉真的还蛮棒的哦。哇，我们家小子开始跟别人玩起来了。喜欢吗？很冷哦，敢不敢泡下去？全身泡下去，来5秒1，没有泡下去，来1、2、3、4、5，好到了，你看推受不了，非常的冷。来小皮挑战，来泡下去，1、2、3、4、5，还可以泡更久，对不对？对啊。哦。好冷哦！我跟大家讲一下，你看现在我刚刚从水里面拿起来，它这个镜头都雾，表示说它水真的很冷，然后上来马上碰到热空气，所以真的是还蛮冰的。我觉得这个石头啊，它稍微有一点点地方比较刺，所以大家穿的时候要穿那个溯溪鞋会比较好啦。哦，天哪天哪，这真的要步步为营，因为好像阿北在踩健康步道，有没有？脚会痛吗？
我天哪，我这一段路到底要走多久？哇，好玩吗？以后还要来吗？小吃巡礼的结果呢，说好要开的小吃店呢，今天全部突然公休了。然后，所以我们就来吃已经拍过的阿芬鲜鱼汤。那这间非常丰富，几乎我们想要吃的那些小吃的元素呢，这里通通都有。除了廖龙川米糕它没有办法做到以外，我们本来超想吃廖龙川米糕，因为你妈说廖龙川米糕什么多好吃有多好吃，对，世界最好吃，她吃过最好吃的就。上面 Google 上面写有开就没开，不过没关系，其他东西我们都吃得到。因为我今天把它带大家去吃小吃的鱼杂，让大家有多一点选择。不过这一间什么都有，而且这间超好吃，来试试看。是大白带鱼条，非常的鲜嫩。它跟我们吃到那种什么大白带鱼卷啊，或者是煎鱼片啊，完全不一样，因为就是很嫩，然后没有刺。新鲜，你最喜欢这种没有刺的，真的，而且它用最奢侈的吃法，用炸的，不油也不会过咸。韩国都用烤的，用煎的。这个是炒鲨鱼条，夸张了。它抿下去不像是在吃鱼肉，像是豆花啊之类的那种，就是这么柔嫩，下去就分开了。我记得上次吃它的鲨鱼烟就已经觉得非常好吃了，我没想到它炒鲨鱼烟这么好吃。决定给它多一点篇幅了。它这个鲨鱼，它切的是不是条状，它是块状的，所以整个里面汤汁都会锁在里面，非常好吃。我觉得如果你第一次吃的话，吃这个，然后你以后就会不喜欢别家的。对，会惊艳，它真的是碰到嘴巴就解体的。这一盘是我们的鲨鱼烟启蒙。以前呢，我对鲨鱼烟不感兴趣，自从吃到阿芬了之后呢，我以后每到一家店有看到菜单上有的话，我就一定是点起来。而且都先心里跟他比较过一次。要比它好吃的真的不多，除了一些百年老店啊或什么的，都是差不多好吃。很绵很绵，然后烟熏味超够的。它跟它那个炒鲨鱼其实都一样，非常的绵，对不对？它的肉是一样的口感，因为它非常的咸，所以那个肉就可以保持那个柔嫩度。除了鲜鱼汤之外呢，鱼杂也是必定要尝试的。这一块是鱼杂，我们来试试看。刚忘了说，我们点的这个是综合小拼盘，里面有各项的烟熏类，除了鲨鱼烟能够吃得到之外呢，还有鱼肠啊、鱼蛋之类的。来这边，这盘一定要点起来。然后我觉得我们有点小失误，应该要点大的才对。是鲜鱼汤，阿芬家的招牌。然后大碗的呢是150块，我们已经捞了蛮多鱼钓了哦，还是这么多，非常的丰盛。虽然是炎热的夏天，可是喝到这种姜丝鱼汤啊，还是觉得非常的疗愈。今天讲了一堆的青鱼，但是呢，一口青鱼都还没吃到，所以点一份来吃。不过我们刚刚问店家，这是挪威的。对，因为挪威的够肥，那天气够冷，那这边的青鱼要肥的话，就要从冬天10月中之后了。好吃，没有腥味，而且他们的也蛮油的，对不对？就是他们家料理的功力也蛮不错的。
下来我们来吃阿塞拉冰。你每次看阿塞拉冰呢，就会把它解读成拉塞冰，你的阅读障碍真的很严重。是拉塞阿冰。阿塞拉冰。好，然后我们点的这一碗是招牌三花，所谓的三花就是花生酱、花豆跟花生粒，赶快来吃一下，看起来超香的。我跟你讲，这间店超过100年了，超好吃，对不对？你刚刚说我吃到一口怎么样？我质疑我说哇，才舔到一口就很好吃，很香，对不对？那个花生香到不行。你看它那个发生什么大事的眉毛，有没有？我跟你讲，它的冰超没存在感的，就是绵到不行。对，就是在嘴巴里面跟没有东西是一样的，你只有觉得冰冰的这样子，没有口感。然后呢，可是它的花生粒制造一个超级大的反差，是很脆的。哎、真的很香哎！你光舔到它那个绵绵冰的那个香啊，就已经窜到你鼻子，然后你再吃到那个花生粒的那个香气哦，真的是会受不了，你知道吗？最好是不要晚上想到这一碗，这会忍不住。你继续说，我继续吃。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有一个疑惑，因为我们前不久才拍基隆的远东泡泡冰，那个时候说它是泡泡冰的起源，可是查到这件资料的时候，它是100年老店，我想说啊，为什么这间100年老店远东又说它是起源？后来想一想，哦，我搞错了，这一间是绵绵冰，人家远东是泡泡冰，所以这间是绵绵冰的起源哦。对，他们呢虽然长得很像，可是说这个口感还是有点不同。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一样啊，可是你看这个东西啊，你把它冰到冷冻库之后，再把它融化掉，就会不会就是泡泡冰了？有可能哦。我觉得应该就是。我跟大家讲，一定要点它是最传统的这个三花冰，就是最传统的口味，最好吃的那个，整个古早味涌上心头啊，超级好吃！我觉得没吃过的人一定要试。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一集呢，主要是想说放暑假，所以带小朋友出来东岳涌泉消消暑。那其实呢，今天的行程啊，你要把东岳涌泉放在最前面，放在中间，放在后面都可以，因为我们搭配了一些就是南方澳这附近的小吃啊，还有海鲜餐厅。最主要是比较没有吃过海鲜餐厅啦。对啊，小吃的部分呢，就是没有吃到多少家，因为今天刚好就是不知道怎样，大家不约而同都没有开。对，它其实 Google 上面有写，但是没开。不然我们本来是搭去海鲜餐厅，然后傍晚来吃这个小吃，结果后来还是吃阿芬。阿芬真的是我们来这边的最好选择、最喜欢的一间呐。哎，今天的行程啊，我觉得最让我惊艳的是那个豆腐甲的碉堡，它就像一个天然的画框，而且在那个画框下，你会非常非常的凉。我完全没有想到有这样的景点。我真的会很希望有一杯咖啡让我待在那边，就会幻想说它是一间咖啡店。我觉得我也想要在整组茶具在那边。最后感谢今天的赞助厂商 Bonjour， 这个鞋子呢真的是我从很久以前就是他们的忠实顾客，我已经买了大概5、6双鞋都是他们家的了，大家回去看影片都可以知道。然后冬天的时候，我很常穿的一双就是鸡皮的短靴，也是他们家的。他那个鸡皮的短靴啊，已经拿去修了7、8次了。对，就是被我穿到鞋底呢，就是磨掉，然后它现在已经断货了，我只好一直去补鞋底。然后我也推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妹妹去买，真心很好穿，就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有觉得不错的话，也可以去参考看看。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啦，大家拜拜。Never think about going, won't you stay with me for a little while? Stay in this moment, never think about going, won't you stay